老妹儿搁博物馆门口故意崴断脚跟，警卫一看，赶紧上前搀扶。老妹儿则顺势的坐在博物馆运送的木箱上。里面的名画很贵重，你不能坐，小姐。老妹儿装作起身，然后拿出香水，假意给自己补妆，趁警卫们不注意，将香水呲在木箱上做气味标记。等警卫帮老妹儿修好了高跟鞋之后，老妹儿告别警卫，晃晃悠悠的就走了。紧接着被标记的名画就被搬进了车厢。等大卡车上路之后，队友荣少骑上小赛摩，悄悄的跟在卡车的后面。发哥这开着敞篷车跑到押运车的前面，故意放慢车速。等卡车过弯放慢车速这功夫劲儿，荣少趁机汽车借着滑铲的惯性出溜到卡车的下面，紧接着迅速拉住卡车的底盘，拿安全扣固定好身体，再拿出切割机照着车厢的地板嘎出了一个窟窿眼儿。此时发哥两个人已经绕到了卡车的后面，发哥让红豆和卡车保持一致，自己则缓缓地渡到车子的引擎盖上，然后纵身一跃跳到卡车的车厢尾部，拿出万能钥匙捅开车厢的大头锁，接着打开车厢门之后挥手示意队友撤离，自己则闪身进入车厢，开始寻找喷香水的木箱。很快发哥便确定了带有气味的箱子，于是拿出小电钻卸掉木箱上的螺丝，等拆开木箱一看，里面正是他们这次要盗取的世界名画真夏梦不丹，市值2000万美金。于是发哥将画从木箱里撬出来，然后迅速的卸掉画框，将名画卷吧放进话筒，接着发哥把话筒从车底的窟窿眼递给荣少，荣少接过名画剪断了卡车的刹车线，随后双手松开，顺势往地一躺，安全着陆。发哥则在里面卸掉了车厢顶上的天窗，从窗口爬到车厢顶部，取出滑翔伞，穿戴上滑翔装备。但此时警卫从后视镜发现了车顶的发哥，然而当司机踩刹车时才发现根本停不下来呀。于是警卫手持喷子爬上了车厢，照着发哥咔嚓就是一喷子。发哥紧忙的拉起滑翔伞，迅速升空，很快便脱离了警卫的射程范围。随着卡车一路疾驰而去，荣少和红豆开车过来接住了发哥。完后眼三个人找到了法国的顶级富豪，将偷到的名画以2000万的价格卖给了富豪。这时富豪翻开了一页画册，你们帮我把这幅画偷回来，我给你们3亿美金。三个人一听3亿酬劳，顿时便感了兴趣。这幅画被藏在一座悬崖之上的古堡中，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被盗走过，可见难度系数相当之高啊！红豆听后觉得太过危险，便一口拒绝了富豪。谁知临走时，荣少却悄悄撕掉了这一页。富豪一看，立马明白他们指定会去偷这幅名画。发哥和荣少悄悄潜入古堡的密室，看着灯光诡异的走廊，发哥将绳索抛向里头，然后上下左右360度无死角的试探，确保走廊没有机关之后，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进入走廊，寻找打开石门的机关。这时荣少拿起旁边的酒架的红酒一看，这里每幅画都值上亿，不可能酒这么便宜啊！于是立马断定石门的开关指定就藏在酒架上。果然，当两个人一番查找之后，一瓶异乎寻常的红酒咯吱一下就被拽出，紧接着只听滋嘎一声，石门应声而开。两个人见状迅速进入石门后面的密室，而里面墙上挂着的正是价值3亿美金的世界名画《赫林之女仆》。这时荣少看了一眼透着古怪的地板，伸手从发哥头发上拽2根头发丝儿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头发丝儿靠近地板，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，手里的头发无风自动。俩人瞬间明白地板下面藏着是1000伏的高压电。这时发哥看向密室上方的烛台，于是便让荣少趴地上，发哥则一个助跑，直接踩着背上往上一跳，揪住了上方的烛台，紧接着用小脚勾住铁链子倒挂在烛台上。而荣少则是立刻腾空而起，一下翻了个180度的后空翻，叠在发哥的身上。随后两个人在空中来回荡了3-4下，等够到画框的时候，荣少迅速摘掉了名画，紧接着发哥顺势放手，荣少360度凌空翻至地面，然后将绳索抛向上面的烛台套牢它，向门口拉紧绳子。发哥则顺着绳索歘的一下出溜出来。完后两个人拆下名画放进话筒，迅速逃离此地。然而当荣少推开地下室的门，顿感前方危机四伏啊，于是紧忙拦下发哥。发哥，你没感觉前方杀机四伏啊？奇怪了，眼见民财清洁，何来杀机？荣少从酒架上拿起一瓶红酒，一杵子砸开，将红酒分别倒入2个高脚杯，然后返回地下室，将酒杯举到眼前，对准密室一看，果然一道道红外光跟那个老蜘蛛网似的。哎呀，高明高见。于是两个人一路举着酒杯，小心谨慎地踏进了纵横交错的红外激光网。来到中间，两个人收起酒杯，从石桌上顺势出溜过去。等剩下最后一道移动激光，两个人咬着酒杯，下着腰，一点点的通过。完后两个人避开了警卫，翻出城堡，开上车，嘚儿喝的离去。俩人以为就这么事儿，在江湖纵横驰骋，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没想到周围突然冲出来一群杀手，二话不说，照着他俩就是疯狂的
两个人见状，立即驾车兵分两路躲避追杀，但很快杀手就追了上来，哗嚓一下将荣少撞翻。荣少刚想去捡掉落的名画，但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火力太他妈猛了。发哥看到兄弟被困，于是一个地板油径直冲向杀手的快艇，随着汽车和快艇相撞发生爆炸，发哥生死不明。这时佛伯勒闻讯赶到了现场，荣少迅速脱身赶去机场和红豆会合。当红豆看到只有荣少一个人回来，顿时意识到发哥出事了。然而就在两个人以为发哥已经嗝屁的时候，发哥突然坐着轮椅出现在荣少跟前。荣少望着轮椅上的发哥，百感交集。我腿没了，我人不还在吗？没有事儿啊。随后发哥告诉荣少，上次咱们出事是养父派人搞的我们。果然，当荣少去养父家里，那幅鹤林之女仆果然挂在客厅。这幅画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原来养父从小逼着他们学习偷盗的本领，长大后他们以为自由了，没想到养父为了一幅画竟对他们如此心狠手辣。于是三个人私下一合计，打算趁养父在拍卖行寄拍这幅画时，偷偷把你这幅画给你偷走。女人借着跟馆长跳舞之际，悄悄顺走他兜里的保险库钥匙。队友见状立马过去借着舞蹈动作，顺势将钥匙藏进衣袖。趁着馆长嘚儿喝的在舞池中间摇曳生姿的时候，荣少躲在舞池的角落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印泥子印出钥匙的模子，紧接着赶在馆长察觉之前，将钥匙放回他的老裤兜子。完后影，荣少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拍卖行，朝着夜间巡查的警卫丢下了一颗烟雾弹，随着砰的一声，烟雾四起。荣少刷刷几炮子就撂倒走廊里的警卫，摸进电机房，关掉电源总闸，剪断防盗系统的供电线，紧接着迅速来到了防盗门跟前，取出胶带，将胶带粘在密码按键上，查看上面的指纹。随后根据指纹的深浅分析出了密码，输入密码，防盗门滋嘎一下便打开了。进入到里面，荣少将听筒贴在保险库大门上，紧接着转动码盘，仔细听里面的齿轮，随着咔一声，拨圈卡到正确的位置，荣少将配好的钥匙插进锁眼，成功打开了保险库的大门。紧接着荣少迅速进入保险库，找到了那幅价值3亿的世界名画。谁知当他取下这幅画的时候，触发了后面的机关，保险库大门滋嘎一下便自动关闭了。荣少一看，紧忙呼叫发哥。发哥收到荣少的呼救，坐着轮椅赶到保险库跟前，可保险库的钥匙搁荣少手里呢。于是发哥只能用炸药将保险库的墙壁炸开。紧接着荣少推着发哥迅速离开了这里。第二天，发哥给养父打去电话，你要的画在我手里，2个小时之后拿3亿美金来我家，一手交钱一手交画。养父听后恨得咬牙切齿，但为了拿回名画，只能答应发哥的条件。原来之前发哥和荣少根据雇主的要求将这幅画偷到手，谁知养父也想得到这幅画，但又不想给俩人钱，于是便雇人对2个人痛下杀手，抢走了名画。发哥也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。当发哥得知真相之后，求养父放他们一条生路，谁知养父竟心狠手辣地将其推下了楼梯。发哥清楚养父这是要对他们胆草除根不要脸的这个老瘪子，于是2个人便偷走了这幅名画，打算给养父来个主动出击。很快养父提溜的3亿支票就来了，双方按照计划一手交钱一手交画。谁知这个老瘪犊子拿到后突然掏出 biu biu 枪，照着发哥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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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开3枪。紧接着就在老头准备射杀荣少时，发哥突然从轮椅上一跃而起。1打1，没事，没事。你骗我装瘸子？如果不装瘸子，我回来老爸早就把我宰了。随后等俩人一回头，突然发现老瘪犊子没了，紧接着大批的杀手冲进来，照着2人就是疯狂的。这时老头发现拿到手里的是幅假画，这我你们真画搁哪儿呢？发哥听后扯下开关，名画赫然出现在门框之上。老头一看，迅速命手下上去将名画给取下来。谁知名画周围被通了高压电，手下噼里咣啷的瞬间都被电嗝毙了。发哥2个人趁机解决了这帮小卡拉蜜。老头一看没手下了，便自己踩着轮椅去够墙上的画。荣少见状，一枪打在轮椅上，老瘪犊子直接蹦沙嘎啦嘎，玻璃盖摔稀碎。紧接着发哥点燃了一支利箭，嗖的一下射向名画，随着名画被火焰烧毁，这可把老瘪犊子可惜完了。随后2个人把老瘪犊子扶上轮椅，估计以后他也离不开轮椅了。故事的最后，发哥将名画还给了失主，原来烧的那幅也是幅假画，而3个人则去往了瑞士，过上了相当哇塞的小生活呀。